真的穷疯了。有媒体爆料说，中国已经开始对国内的超级富豪们下手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近几个月来，中国主要城市的一些富豪被税务机关传唤，要求他们自查过去几年的海外投资收益。这些富豪们将面临高达 20% 的投资收益税，有些人还可能因为逾期缴税而被罚款。中国为啥突然对这些自家人下手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穷急眼了。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地方政府靠卖地赚钱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再加上经济增长放缓，税收收入也是大幅下滑。现在中国政府是真的是在挖地三尺找钱啊！说到这儿，我不得不提一下，中国在2018年实施了一个叫共同申报准则的制度，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财务信息披露系统，目的是防止逃税。中国这几年一直在跟近150个国家和地区交换信息，所以你在海外藏钱，对不起，现在藏不住了。有专家说得好啊，中国税务机关现在可是掌握了 CRS 数据库，要找出征税机会简直是轻而易举。这么一搞，你说这些富豪们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估计啊，肯定有不少人要考虑转移资产，甚至是移民了。毕竟谁愿意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这么被政府分享走呢？但是你以为中国政府只盯着这些大富豪吗？错了，普通老百姓也跑不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全国的罚没收入达到了4283亿元人民币，创下了10年新高。你没看错，就是4283亿。这个数字比2013年的3062亿元增长了将近 40%。更可怕的是，从2020年到2022年，这笔罚没收入占非税收收入的比例超过了 10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罚款来维持财政收入了。有报道说，中国北方某个山区县，光是交通违规罚款一年就收了3000多万元。但是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县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亿多，也就是说，差不多1/3的收入都是靠罚款来的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吗？难怪有网友说，现在出门都怕被罚款，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。更悲哀的是，即便是这样搜刮民脂民膏，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还是糟糕透了。有些地方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河南清丰县和新乡市前不久就爆出医护人员追粮事件，党政机关干部被拖欠工资的事也时有发生。有自媒体统计，今年1至7月，全国财政收支缺口高达 5.7 万亿元人民币。这个窟窿该怎么补？有人说，中国庞大的财政支出有 40% 都用来养活8000万公务员，占全国人口的 5.66%。现在连给这些亲人发工资都成问题了，你说中国经济得烂成什么样？最新公布的9月份经济数据让不少专家都紧皱眉头。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只上涨了 0.4%， 创下3个月新低，而且还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。更糟糕的是，9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2.8%， 跌到了半年来的最低点。有媒体指出，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年陷入通缩区域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说，就是厂家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，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长此以往，企业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官方数据显示物价在下降，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没感受到便宜。一位化名小林的中部城市居民，他说，我出去吃饭，感觉餐馆比以前还贵了，一顿饭动辄就是100-200块。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反映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没有怎么降，有些东西甚至还在涨价。这就很奇怪了，
官方说物价在降，老百姓却觉得东西在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个解释，他说，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方式跟美国不一样，日常消费在其中占的比重比较大。它涨的原因是水电价格在增加，经营成本在增加，政府的税费没减少，但它的涨幅回落是因为总体消费力不足，然后就是房租的确在下降。说到房租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8月份2、3线城市的房价跌幅明显扩大，就连1线城市的降幅也只是稍微收窄。但是要注意，商品房价格并没有计入中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当中。如果把房价也算进去，中国的通缩情况可能会更严重。那么，到底是通缩还是通胀呢？有专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，他认为中国实际上应该是通胀，而不是通缩。按理说，市场上这么多钱，小商小贩他们的经营成本也在上升，他们的价格本来是应该上升一点才是正常的，但现在上升不了，就是因为竞争激烈、内卷，所以它不涨价，实际上就是降价了。这位专家指出，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实际上是美国的2、3倍，而中国经济体量只有美国的7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印了太多的钱。事实上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在今年3月底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亿元大关，这个数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钱都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有引起市面上看得见的通胀？有专家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解释，很有可能大量的超发货币是被贪腐的官吏藏匿。你去看那些贪官，随便抓一个局长、处长，不是那么高级的官员，他家里的现金都是上亿。另一位专家的看法也很相似，他提到了轰动一时的肖建华案，像肖建华的明天系，他是过万亿的贪腐资金，他没有被投放市场，都是锁在自己账号里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中国政府似乎也是进退两难。从9月底开始，中国政府不断释放信号，要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发展。路透社爆料说，中国财政部将推出2万亿特别国债，部分用于刺激消费，部分用于帮助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。但是，有专家认为，中国政府对于采取财政漫灌的方式来刺激经济，可能也是投鼠忌器，内心很矛盾。其实，中国中央政府可以无预警地印很多钞票，但他不敢投放，一旦投放，国家的中产以下所有人的财产都会被洗劫，这个时候肯定会产生社会动乱。另一位专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很害怕这一点，因为很多政权毁灭都是因为印钱造成的。那么，中国政府到底该怎么办？是继续印钱刺激经济，还是任由经济陷入通缩泥潭？无论哪种选择，似乎都充满了风险。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通缩也好，通胀也罢，受苦的永远是普通老百姓。物价涨了，工资跟不上；物价跌了，就业又成问题。在这种经济困境中，中国普通人能做的，或许就是精打细算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